文明的腐化，3000年中国史的启示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严肃又耐人寻味的话题：文明的腐化。3000年的中国史，几乎可以说是一部腐化的历史。中国这个词，本来代表的是文化的优越感，但到了后来，却成了权力私心的象征。它是一段从白昼走向黑夜的故事。那么，文明为什么会腐化？腐化是不是必然？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核心。第1章：文明腐化的本质。腐化的根源在于私心，私心累积成共业，共业推动历史，就像一股看不见的力量，把文明一步步推向下坡。文明腐化的内在特征很清楚，思考从由下而上变成由上而下，从照顾不足变成奉养权贵，眼界变窄，目光短浅，只图眼前小利，胸怀变小，只剩自私自利。而这些内在特征会在外在世界里表现出来，权力私有化，价值空洞化，还有社会结构的僵化。第2章：华夏文明的骤转页。上2代还保留着天下为公的精神，民本、公心是文明的亮点。但是到了周代，情况开始改变，周公姬旦用宗法与礼制，把天下关进一个严密的制度之中。这种制度不再顺应人心，而是强行约束人心。结果，民本思想加速消亡。当秦国变法时，君本思想已经彻底取代民本，法治也变成由上而下的统治工具。从周代初期开始，华夏文明提前结束白昼，到了真正黑夜降临时，就只剩下一片漆黑。第3章：华夏文明的黑夜。中国这个名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。在唐宋以前，它代表的是文化上的中国，一种自我标榜的文化中心。到了元朝之后，中国变成了疆域上的中国，政权和国力成为中心。无论是文化优越，还是国力优越，其实背后都有一种傲慢，而这种傲慢正是文明腐化的标志。第4章：历史中的腐化进程。周朝将王变成天子，君权天授，再加上宗法礼制约束，使共主的天下变成一家的天下。汉武帝独尊儒术，思想完全被收编为统治的工具。隋唐科举制度看似进步，却把社会流动锁定在一条狭窄的管道。宋代文员追逐功名利禄，制度世俗化。到了明清，八股取士让思想僵化，整个社会陷入庸俗与衰败。第5章：腐化的3元素。文明腐化有3个显著元素：迂腐、贪腐、城府。迂腐，见识浅陋，不是愚蠢，但结果往往变得愚蠢，因为被私欲牵着走，失去原则。贪腐，追逐利益，抛弃信义。城府，抱着旧俗不放，拒绝创新。最典型的例子
就是北宋联经发辽，使辽宋百年和平长城一朝尽毁。表面上是恢复山河，实际上是逐利毁约，必视盟友为难夷，而轻易抛弃信义。这种行为正是迂腐、贪腐、存腐的具体展现，结果就是靖康之耻，惨痛代价立竿见影。第6章，文明腐化的警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治道一再降阶。汉唐虽然还能中兴，但宋明已经明显衰弱。到清末，治道已经坠入灭治、亡治的水准。这时候，连起义者的水准都跟着下降。有知识的人留在体制内，变成腐败的官僚。没有知识的人只好揭竿而起，但形势更愚蠢、更残暴，所以不论是官府还是民间，都已经彻底腐坏。这也提醒我们，科举只是工具，科技也是工具。如果掌握在私心手里，工具只会加速腐化，而不是带来进步。第7章，腐化是否必然？文明如同人，有生老病死，腐化似乎难以避免，但就像自然界，大象能健康到死，灯塔水母能不断重生，文明也有不同的结局。如果能防止治道降阶，就能健康地走向终结。如果能持续转型、更新，就能长盛不灭。结语：3000年的中国史给了我们最深的启示：文明的腐化不是因为外患，而是因为内心的私心。只要治道降阶，公心不存，文明必然走向黑夜。但是，文明也可以重生，只要我们守住民本与公心的信仰，就像黑夜里的灯塔，提醒我们，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时刻，而能不能迎来日出，全看我们是否朝正确方向坚持到底。